哎，你发现没？2025年这一年，宇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虽然咱们心心念念的外星人还是没正式露面，但全球顶尖科学家们看着最新的数据，脸上的表情可比发现外星人还要精彩。因为在过去这300多天里，咱们的宇宙好像偷偷给自己改了设定。科学家们拿到的最新证据，一个比一个离谱，很多现有的理论眼看就要罩不住了。比如，在宇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竟然就冒出了本不该存在的巨无霸黑洞。这就像是在幼儿园的毕业照里发现了一个2米高的小朋友，现有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哪来的时间吃成这么大。比如在死寂的火星上，漫天的尘埃暴里，科学家推测可能存在微弱放电现象，噼啪作响。但你知道吗？火星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在这样的准真空里产生放电，需要的条件和地球完全不同。这闪电可能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闪电。再比如，在太阳系冰冷黑暗的边缘，数据分析显示，可能藏着一个我们从未察觉的巨大引力结构，它一直就在那儿，沉默地影响着一切。有没有可能，我们所知的太阳系其实只是某个更大结构的一小部分？还有那个轰动一时的星际访客 3I Atlas， 它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真面目竟然比谣言还要荒诞。这些发现每一个都像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构建的宇宙常识脸上。咱们以为的理所当然正在一个个崩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不是宇宙不对劲，而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常识才是那个最大的错觉。今天我整理了2025过去的这一年最颠覆性、最具冲击力的10大宇宙发现与突破。我们不聊虚的，就看那些能真正改写教科书的内容。建议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排名第一的那个事件将为你揭示我们探索星辰大海的方式从今年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准备好了吗？咱们直接上干货。排在今天榜单第10位的是宇宙直播时代的正式来临。2025年，位于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终于睁开了它的巨眼。它要干的是堪称宇宙级卷王，每3天就把整个南半球的天空用32亿像素的超高清相机彻底扫描一遍。这个像素量足够你把你手机上的一张自拍放大到一整面 IMAX 剧目那么清晰，还能数清毛孔。任何转瞬即逝的宇宙心跳，小行星的突然转向，恒星的无声爆炸，黑洞吃饭时打嗝般的闪光，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这意味着我们从仰望星空的浪漫时代一脚踏进了监视宇宙的硬核时代。试想一下，如果它未来某天突然拍到某个深空区域出现规律性的闪光，我们该如何判断那是自然现象还是别的什么？说完第10位，现在我们继续往上走。排在第9位的是什么呢？2025年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在一块火星岩石上分析到有机分子、硫酸盐和磷酸盐等生命形成的基础化学物质，但尚未发现生命本身。如果说这是一份近乎完整的生命配方，其实有些夸张，但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份配方单。生命大厦的砖石、有机碳、DNA 和细胞膜的关键骨架、磷酸盐，还有微生物的电池、硫酸盐和氧化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细思极恐的细节，这些物质的比例和组合方式与地球早期生命诞生环境的数据模型高度吻合。这是纯粹的宇宙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不理解的自然定律在重复配方呢？好的，我们继续往前数。排在第8位的是中国的一个大动作。2025年5月，中国天问2号探测器像一名冷静的宇宙猎人，继续火星及其卫星的科学探测任务，并采集火星表面样本。科学家推测，地球上的部分水和有机物很可能就是几十亿年前由小行星快递过来的。再往上走，排在第7位的是一个我们观测了上百年却可能一直看错了的明星。还记得几年前猎户座肩膀上的巨星参宿4突然变暗，全世界都以为它要炸了吗？当时甚至有谣言说它爆炸的伽马射线暴会威胁地球。2025年谜底揭晓，暗淡可能主要与恒星表面尘埃和自身活动有关，并未确认有伴星。这个发现让我们后背一凉，我们对一颗研究了上百年的明星的理解都可能错得离谱。那么问题来了，夜空中还有多少我们以为的单身恒星，其实在暗处藏着伴侣？我们对于恒星寿命和演化的估算有多少需要因此修正？现在我们进入前6强，排在第6位的是一个来自异世界的邮递员。2025年，一位特殊的客人到访太阳系，人类确认的第3位星际访客 3I Atlas， 分析结果令人啧舌。
它的成分显示与太阳系彗星存在差异，但没有证据显示它比太阳系古老。最有趣的想法是，如果未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成分各异的星际访客，我们或许能像地质学家通过岩石判断大陆起源一样，绘制出一幅银河系物质成分地图，甚至反推出这些访客可能来自哪几类恒星系统。宇宙或许不是一个空旷的沙漠，而是一个充满漂流瓶的海滩。好的，我们已经进入前5，排在第5位的，我必须给它足够的篇幅，因为它触犯了宇宙物理学的大忌。2025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在宇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一些星系的中心就已经坐着质量远高于理论预期的超大质量黑洞。现有的黑洞成长理论需要它们慢慢进食几十亿年才行。这些巨人鹰黑洞的存在是对现有理论的尖锐挑战。目前最前沿也最大胆的猜想之一是，在宇宙最初的极端高温高压下，可能直接坍缩形成这些庞然大物，跳过了恒星演化阶段。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宇宙的童年简历中有一段我们完全空白的狂暴历史。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发现在前面。排在第4位的是太阳系边缘的神秘新居民。2025年，天文学家在太阳系边缘的柯伊伯带之外研究极端轨道天体，为行星9假说提供新线索。有个令人着迷的假设是，这个潜在的行星9或许根本不是太阳系的原住民，而是一颗在太阳系年轻时被引力捕获的流浪行星。如果成立，那我们的太阳系家庭合影里一直站着一位收养的孩子。现在正式进入前3强，排在第3位的是火星在闪电。在比地球稀薄100倍的火星大气里可能存在微弱放电现象，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2025年毅力号火星车上的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火星大气是电活跃的，这会催生强氧化性物质，可能消毒地表，破坏有机物。但这里引发了一个有趣的工程学思考，未来的火星基地是否需要像地球上的建筑物一样安装避雷针，或者这种极微弱的放电反而可以为某些低功耗的传感器网络提供意想不到的环境能源。危险与机遇有时是一体两面。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榜单的最后2位。先看第2位，一个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太阳系起源理解的发现。2025年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太阳系边缘那些小天体的古怪聚集可能并非单纯由一个行星9造成。科学家开始严肃考虑一个更狂野的剧本，这或许是太阳系童年一场暴力拆迁留下的永久伤疤。在数十亿年前，木星、土星这些巨行星可能经历过一场混乱的大迁徙，从靠近太阳的地方一路踢着小天体搬到了外太阳系。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太阳系的历史绝非田园诗，而是一部充满引力弹射与碰撞的宇宙全游。这不禁让人联想，地球如今宜居的位置是命运的偶然，还是那场远古动荡中被木星踢到黄金地段的幸运儿？如果木星当年迁徙的路线稍有不同，地球上还会诞生我们吗？好的，现在揭晓今天的第1位，2025年最具改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是一个科学发现，而是一个将决定所有科学发现未来的基础设施。2025年，蓝色起源的新格伦重型可回收火箭成功实现了关键的海上回收。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意味着在廉价太空运输的赛道上， SpaceX 一家独大的时代结束了，真正的竞争开始了。竞争意味着发射价格将会腰斩再腰斩。最直接的影响是，以前一个国家级航天机构10年才能负担一次的大型深空探测任务，未来可能像航班一样由大学实验室或私营公司定期实施。新格伦搭建的是一道通往星辰大海的更坚固、更便宜的天梯。想象一下，当太空旅行变得像国际航班一样普及时，我们看待地球、看待自身的视角会发生怎样根本性的改变？也许到那时，人类这个概念将真正从地球物种向太空物种开始过渡。回过头看2025年这10大事件，3条主线清晰的刺眼。第一，认知在被持续打脸。从隔壁的参宿4到宇宙早期的黑洞，教科书上的常识正在加速过期。我们是否正处于一场天文学范式革命的前夜？第二，连接成为核心主题。星际访客是天外送来的快递，全球望远镜网络是凝视深空的眼睛。我们正在意识到宇宙是一个万物关联的整体，这是否意味着寻找地外文明从哲学幻想变成了一个可规划、有迹可循的科学工程？第三，探索的钥匙正在铸成。天问2号让我们能触碰起源，新格伦则把进入太空的门票价格打了下来。
我们正从被动的观察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当普通人也有机会亲历太空，我们对宇宙的好奇会迸发出怎样前所未有的创造力。2025年，宇宙没有不对劲，它只是在褪去我们强加的过于温顺的想象外壳，向我们展露它本就野性、复杂、壮丽无比的真容。需要说明的是，首先，这个10大的排序不可避免地带着我个人的视角和偏好。我的核心标准是，每一项发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人类文明长期发展，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或是为未来的探索铺平道路。科学本身是流动的，新数据随时可能修正甚至颠覆旧的结论。更重要的是，科学界对其中一些发现的解读和重要性本身就存在公开的讨论甚至分歧。因此，文中既包含基于当前认知的合理展望，其排序也并非一个不容争辩的最终定论。举例来说，维拉鲁宾天文台开启巡天，它当下的直接成果或许不多，但它为我们埋下了一座未来几十年都取之不尽的数据金矿。这是业界共识的基础设施价值。毅力号和天问2号的探测，以及火星闪电的发现，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一点点拼凑出行星演化的真实图景，为我们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关键线索。尽管对其确切意义，科学家们仍有不同侧重的解读。而像星际访客、太阳系起源新理论和早期巨型黑洞这些发现，则是在直接冲击和重写宇宙学的基本规则。它们引发的激烈学术辩论，恰恰证明了其突破性。至于新格伦火箭，它排名靠前，是因为它代表了最坚实的物理基石，它直接降低了我们前往深空的门槛，这是所有理论探索得以实现的现实前提。所以，请大家这样理解这份榜单，它更像一份2025年人类宇宙探索影响力报告，而非一份标准答案。它尝试在现有证据和主流探讨的基础上，衡量各项成果的潜在影响。科学的魅力恰恰在于这种持续的质疑、验证与更新。每一项入选的发现，无论当下共识如何，都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激烈地推动着我们认知的边界。总结这一年，从每一次按下快门的观测，到每一个扎根理论的突破，人类正在重新定义生存的边界。但请记住，这一切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终将发现更多、更神秘的天体、更宜居的星球，甚至那些超乎想象的自然规律。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群星深处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探索宇宙的航程才刚刚起航，而我们此刻的脚印从未如此清晰且笃定。如果这段旅程让你对宇宙有了新的体悟，欢迎点赞订阅，把这份浪漫分享出去。来评论区告诉我，哪个瞬间让你觉得世界观被刷新了？第9行星和火星生命，哪个更让你痴迷？如果给你一张宇宙船票，你最想去哪儿？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期星空再见。